马斯克在最新的3小时深度访谈中抛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。在这场堪称口无遮拦的对话里，他放出了3个足以让中产阶级瞬间破防的残酷预言：敲键盘的白领将比打螺丝的蓝领先失业，去读医学院即将彻底失去意义，而中美 AI 争霸的终极底牌根本不是芯片。这不是科技八卦，而是你在2026年技术海啸中必须掌握的生存指南。看透老马阳谋，寻找生存出口。点个关注，情报员 Links 带你立刻拆解这3条被媒体刻意忽略的末日预言。首先，打破你脑子里那个根深蒂固的鄙视链。我们一直有一种错觉，认为人工智能最先取代的肯定是工厂里打螺丝的、扫大街的、端盘子的这些蓝领体力劳动者，而那些坐在市中心高档写字楼里吹着空调、喝着咖啡、敲着键盘的白领精英们是绝对安全的。马斯克在访谈中直接撕碎了这个幻想，他极其笃定地断言，所有的白领将会在蓝领之前失去工作。为什么？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极其冷血，它叫电费逻辑。马斯克算了一笔账，如果你想造出一个会翻跟头不摔跤、会极其精细地帮你折叠衣服做家务的机器人，你需要极其复杂的物理传感器、4伏电机、陀螺仪以及海量的图像识别和端到端算法。造这样一个物理实体的机器设备，硬件成本和研发成本是非常高昂的，它需要突破物理世界的极限。但是要干掉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呢，它的成本是多少？马斯克说，几乎只是一点点电费。只要你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屏幕后面，不管是写 PPT、做表格、算账目、写法律文书、审阅合同，甚至写基础代码和做广告投放，在人类看来，这叫脑力劳动。但在大模型 AI 眼中，这仅仅是一个毫无阻力的、可无限复制的数字信息处理过程。马斯克举了一个最扎心的例子 ，computer， 也就是计算机这个词，在几十年前其实是一个人类的职业名称。当年就是有一群高学历的人每天坐在大厦里人工算账，而今天随便一台破电脑的算力就能碾压当年几百个顶尖的计算员。如今历史正在重演。华尔街的初级分析师，律所的实习生，大厂的初级码农，你们自以为的高级脑力，在月租$20的 AI 面前连渣都不剩。淘汰你不需要造一台机器，只需要一段云端的代码。如果说白领的陨落只是前菜，那么马斯克的第2个预言直接动摇了人类社会的精英阶层。他在访谈中语出惊人，未来去读医学院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在传统认知里，医生是人类职业的金字塔尖儿，但马斯克指出，限制人类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，恰恰就是人类医生本身。培养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，需要至少10年的医学院苦读，再加上5到10年的手术台历练。而即便他成了顶尖专家，他的手依然会抖，他的视力依然会衰退。如果他前一天晚上没睡好，或者早上跟老婆吵了一架，今天的手术风险就会呈指数级上升。而 AI 结合的手术机器人呢，它的切割精准度已经可以达到人类肉眼根本无法分辨的微米级别，这早就突破了人类最顶尖外科医生的生理极限。但最恐怖的还不是精准，而是蜂群般的知识共享。一个人类医生一辈子最多做几千台手术，带几个徒弟，但机器人没有情绪，不需要休息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共享同一个云端知识库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只要全世界有一台机器人在一台极其罕见、极其复杂的手术中取得了成功，它的机械臂轨迹、力度、突发状况应对算法会在1秒钟之内被全球几百万台手术机器人瞬间下载并掌握，一机学会，全网精通。千万别以为这是科幻小说。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脑机接口公司，他们用来把芯片植入人类大脑的，就是完全自主的精密手术机器人。这种级别的技术一旦下放并大规模量产，未来医院里最核心的资产将不再是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专家，而是角落里那一台台冰冷的机器。读10几年医学院，去跟拥有全人类医疗数据的 AI 比主刀，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说到这里，如果你也觉得老马这波完全看透了技术的残酷本质，请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给我扣个1，看看有多少人保持着清醒。既然 AI 这么强大，那主宰未来的核心资源到底是什么？是英伟达的芯片吗？错。马斯克抛出的第3个预言，揭示了中美 AI 竞赛真正的底牌所在。
马斯克坦言，现在在 AI 发展上最让他感到焦虑的，根本不是芯片算力够不够，而是能源。千万别被 AI 那种文质彬彬的虚拟形象给骗了。在物理世界里，大模型就是一个极端贪婪的吞电巨兽。你的模型越庞大，参数越夸张，你需要的服务器集权就越多，消耗的电力就是天文数字。马斯克看得很透，未来的世界，谁能掌握极其庞大且廉价的电力，谁就等同于拿到了 AI 时代的印钞权。在整场访谈中，马斯克罕见地承认了一个让美国人极其不爽的事实：在这个 AI 的底层赛道上，中国在能源储备和特高压基础建设上的硬实力已经远远甩开了美国。马斯克甚至直言，如果中国在未来依靠能源底座赢得了这场 AI 竞赛的最终胜利，他不会感到任何意外。因为当生产力被 AI 无限放大，当所有的产品、服务都可以由机器人廉价制造时，传统的金钱将失去衡量价值的意义。你手里有多少钱并不重要，未来衡量财富的终极硬通货将变成你的算力和你拥有的电力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斯克要疯狂压住太阳能和储能设备。谁能搞定能源，谁就能控制 AI 的生死大权。讲到这里，白领被取代，精英被剥离，货币被重置，在马斯克描绘的这幅2026起点版图里，我们这些普通人难道只能坐在原地等死吗？当然不是。马斯克在访谈的最后给出了我们在硅基时代唯一的生存出口。他说，当 AI 让所有的产品生产变得像空气一样便宜时，那些能够赋予产品意义和信任的东西将变得极其昂贵和稀缺。翻译成普通人能听懂的生存法则就是 AI 时代拼的绝对不再是你敲键盘的手速、做表格的效率，甚至不再是你死记硬背的专业知识。未来的高价值猎手必须去赚那些 AI 算不出来的钱，那是沟通的钱，是情绪的钱，是信任的钱。当你能把冰冷的 AI 工具转化为能够解决具体人群痛点、能够提供情感抚慰和情绪共鸣的商业模式时，你才拥有了不可替代的护城河。AI 可以写出完美的文案，但人们依然愿意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独特价值观的 IP 买单，因为人类永远需要同类。放弃那些可被标准化的流程工作吧，去放大你作为一个人的特质，去交流，去创造，去建立深度的信任链接。因为在硅基生命接管地球之前，人情味儿是我们手里最后的一张底牌。这里是 Linus 的情报局，如果这期绝密档案叫醒了你，请立刻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，并转发给你身边最在乎的人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的职业在 AI 眼里是需要电费还是需要机器？不见不散。